手术治疗，都能获得良好的这个恢复。但是我们得分别来看，比方说冻结间的非手术阶梯治疗，就包括这个基础治疗，一个对患者的一个教育科普啊，这个贯穿治疗的始终啊，要指导患者进行一些科学温和的关节活动训练，例如这个钟摆运动，爬墙练习了，要解释这个疾病啊，它有一定的自限性，就是部分人可以自行缓解的，帮助这患者建立这个信心啊，避免这个焦虑啊，这个基础治疗很关键啊。然后就是疼痛的管理与炎症的一个控制，疼痛剧烈的这个急性期啊，我们可以就是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使用一些口服或者是外用的叫非甾体的抗炎药，来消炎镇痛。这对于疼痛也非常重要，因为已经严重影响睡眠和康复锻炼的患者，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就是超声这个引导下的个肩关节的注射治疗。因为超声嘛，它也没有辐射啊，在这个精准引导下，可以将这个药物啊直接可以注射到这个病变了发炎的这个关节囊内，这个能迅速的消除这个炎症，缓解这个剧痛，就为我们后边主动康复锻炼就开了一个时间窗。然后就是下一步就是系统性的康复理疗，这是个治疗的核心。专业的康复治疗师啊，他会评估这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嘛。有的有基础病多的啊，制定这个个性的方法，就是包括什么手法治疗，还是那个温和的关节松动术和软组织的松解，帮助这个缓解这个粘连。运动疗法就是还是在无痛的范围内，循序渐进的进行关节活动的一个训练和肌肉力量的一个训练。下边让我们讲一下这个就是肩袖损伤的非手术治疗，它也是阶梯型治疗啊。这个要依赖于这个损伤的这个程度，还有这年龄，以及患者对这个肩关节的功能的要求啊，来分开对待。我们一般在急性期管理啊，以这个休息和避免引发疼痛的动作为主，同时要配合这个冰敷，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些非甾体的抗炎镇痛药啊，控制它这个炎症性进一步加重和疼痛，然后再进一步的就是系统性的物理治疗与康复。这个适用于什么？这个肩袖的肌腱炎部分的一些撕裂，以及就一些那个小型的全程撕裂的患者，康复的重点也是减轻疼痛与炎症，通过这个物理因子的治疗和恰当的休息，恢复这个关节活动度，也是在无痛的主动或者被动的活动的辅助下来练习。还有就是强化一下这个肩胛后边这个稳定的肌群，这也是很关键的一环。就是通过训练这个肩胛骨周围这个肌肉，如果这个斜方肌啦、中下束啦、前锯肌等这些，改善一下这个肩胛骨这个动态稳定性，为这个就给这个肩关节创造一个最佳的运动模式，减少它对这个肌腱的进一步损伤和压力啊。然后就是对这个肩袖这个肌群啊要进一步强化，就是在这些疼痛控制了比较稳定了，稍微好转点症状，我们就要进行一些温和的无痛的这个就是这个肩袖肌群的特定这几个肌肉的训练，就可以使用一些弹力带啊，对肩关节的外旋啦，促进这个肌腱的这个有健康和功能的一些代偿。然后就需要下一步就是改善一些运动模式，纠正你以前那种
一些不良的一种发力习惯吧。其实学习这个在日常生活中运动中，正确使用肩关节也可以避免这个再次损伤。然后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调整，要学一下如何保护这个肩关节，避免一些这个过顶了、负重了会加重损伤的动作。必要时就要专业康复师使用一些这种护具啊，就行吧。刘医生，您看您刚才详细介绍了系统性康复治疗，听起来非常的专业且全面。下面呢，我也总结了一些咱们中老年观众朋友们的问题，想问一下您好。首先第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在夜间睡觉的时候，经常会肩膀痛醒了，但是白天活动一下就好了，这种现象是肩周炎吗？这种情况非常常见啊。就是夜间经期痛，确实是动觉肩，也就是大家说这个肩周炎，一个典型的特征。因为躺着不动时这个发炎的关节囊压力的不断的增加。咱注意啊，不是所有的夜间肩痛都是肩周炎。肩袖损伤，在炎症期也可能会出现这种夜间痛。区别就在于这个动节肩就这个肩周炎除了这个夜间痛，白天自己活动和别人帮你活动时，也明显受限。肩袖损伤，它不太一样，就是白天自己抬手时，疼痛无力，但别人把你抬起来，可能就正常了。所以我还是建议你，就遇到这种情况，就做一个简单的摸背测试，就是从健侧手从手背从背后向上摸，患侧手请颈后向下摸，就两个手能不能这么着？是这样，健康一侧的手，对，从背后，我们向上摸对，然后呢，有感觉到病患的这一侧的手从颈后向下摸，对，如果能接触，这样，对，看双手能否能接触着，背后接触，如果都做不到，如果两边都做不到，就要警惕这个动节肩。对，但是如果你训练过以后能接触到，就没事儿。就是一直我今天也做不到，明天也做不到，一直做不到，就要怀疑这个。其实正常人好多人也做不到，但是通过训练锻炼能做到，那也就可以，你也不用就可以初步排除这个。如果是经过这个训练了，或者1天2天也一直够不到，就要警惕这个啊。那第二个问题哈，我来看一下观众所做的这个动作是什么哈？就说我抬手到肩膀的高度就疼得要命，但是我举高过顶反而不怎么疼，请问这是什么怪病呢？这种描述这种现象，我们医学上称为一个疼痛弧。就是在一个角度的弧心范围内，它疼痛。这是因为什么？是尤其多见于就是感疝肌这个问题。就是一般是出现在这个60度和120度这个范围内。这样低于或者高于这个角度，低于最低的高于这个最高的角度，疼痛减轻，就是疼痛弧在这个范围的疼痛就叫疼痛弧。其他这个范围疼痛反而减低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个角度的区间这个肌腱的这个就是腱袖的肌腱最容易受到这个肩峰的挤压和摩擦。好比这个一根电线在某个特定位置卡住了一样。这个怎么办呢？就是避免在这个角度反复的我的是吧活动要做一些无痛的在这个无痛范围内活动。建议就是还是到医院做一些专科的检查，可能就需要进一步做超声了或者磁共振，明确这个损伤程度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治疗。那这时候有一些观众就说了哎呀，奇怪了，我肩膀不怎么疼，但是我就是没力气，我端个锅都费劲儿，这是怎么回事儿？这也是这个中老年人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危险信号。很多人以为不疼就不要紧
啊，其实这种无力哈，近心性的无力，往往也是这个见秀这个肌腱啊慢性撕裂或者一个蜕变的一个早期表现。那为什么这个无力比疼痛更值得警惕啊？因为疼痛是一个炎症信号，而无力啊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损伤信号。小的这个撕裂可能只是无力，没有剧痛而拖延下去，小撕裂可能变成这个大撕裂。简单的这个治疗方法就是做这个空杯试验。手臂向前平举，拇指朝下，像倒水一样，保持这个10秒钟。如果感觉这个无力发抖或者疼痛啊，就提示间隙有可能有问题。